据说这玩意儿可以绝食5年，依然可以存活，是已知绝食时间最长的动物，有太多的神秘之处。好了，今天咱们就好好的盘盘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本期视频硬核了啊，看见没？那个做个友情提示啊，有胆小的啊，口味轻的，你谨慎观看啊。我苦等待3个月的大王巨足虫来了啊！哎，我天哪，漂亮不？可爱不？萌不萌？虽然已经挂了啊，但是我也是从哥们儿的远蒙硬炮给寻来的。此物有众多的神秘之处，能不能给老郭露一波赞？我好好的给你剖析剖析。郭家驹们，如果能来一个一键3连的话，今天我就给他试吃了啊！咱试吃一把。老惯例，咱们先从解泡开始，开整。大王巨足虫，每个人都爱吃，又名深海巨狮，节肢动物门等足目，漂浪水螅科，生活在200到1000米的深海海底。像我这么大只的已实属罕见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外部特征，背部长有13片坚硬的铠甲，一个下巴子状的尾部。我要试试让你看它的尾部是不是一个大下巴子。腹部长有7对关节肢，其实应该是8对，第一对进化成了颚足，是帮助收集食物用的。腹部的尾部长有5对蛹足，注意看，蛹足的根部长有毛毛状的东西，这就是它的呼吸器官，起到鳃的作用，称之为枢鳃。这和后的结构几乎完全一致，所以大王虫是一个非常原始的生物。它的肚囊非常的薄，而且很软，摸起来软塌塌的。大家看这里，在靠近最后一排附肢的腹部这里长了一对点状的小揪揪，这就是大王虫的加油腔，是区分公母的标志。有加油腔的是大王，没有的是王后。母大王虫在繁育期间会分化出育儿袋，看就是这个样子。小大王在妈妈的保护下，一点一点会成长为真正的大王巨足虫。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头部，头部分别长有2对额须，外侧一对较长，功能和虾类相似，用来感知环境。内侧有一对较短，用来感知气味。往这儿看，这2个大黑点就是它的眼睛，是复眼结构，由数千个单眼组成。由于在漆黑的海底，它的复眼没有控制金光的功能，因此强光的照射有可能会对它的复眼造成损伤，并造成内分泌紊乱。这块就是它的嘴，由4组颚片组成，分别长有2对黑色的大板牙和1对白色的小板牙。板牙上带有锋利的锯齿。大王虫是一种食腐性动物，主要以死去的鲸鱼呀、鲨鱼呀这些海洋生物的尸体为食。你们知道吗？大王虫进一次食可以等到3年拉一回，如此慢的代谢速度也是它寿命长的原因。它的小屁屁长在尾部，和别的生物不一样，没有括约肌，是由2个壳板相连的韧带组成，进行开闸放闸来排泄的。好了，大王虫作为一种海鲜，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哪里能吃，哪里不能吃。大家要注意，我们在处理这种海鲜的时候，一定要先去内脏后烹饪，否则胃囊一旦蒸爆，那就完犊子了。剪开肚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因为胃壁紧贴腹膜，一不小心噗嗤那就漏了。来，准备气运丹田，屏住呼吸。从颜色上看，这只是比较新鲜的啊。如果是不新鲜的话，它就会稀里咣当的。这是它肚囊的这层壳，跟下巴的差不多。这个就是枢鳃的结构，这个鳃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这个透明状的东西就是它的肉，靠尾部这个位置含油量比较多，腿里面也都是肉，千万不要扔。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，一定要温柔的剥开腹膜，千万别把胃囊捅漏了啊！那个黑色的部位就是胃囊，体积很大，是全身最大的脏器。胃囊里有很多未消化完的食物，不能吃。这个白色的部位就是它的精巢，这只不在繁育期，繁育期的时候会很粗壮。如果是母的，就是卵巢。黄色的部位是它的消化腺，有肝脏的功能，是可以吃的，嘎嘎香。注意了，它的咽部是直接和胃相连的，看不到食管，同样有很多的脏物，把脏物去掉，头部的肉还是很多的，不要浪费。这个部位是它的大肠，都是排泄物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别忘了还有一条直肠拽出来，不能吃。剩下的部位就都能吃了。大王虫是原始生物，所以内脏结构比较简单，没有太多杂七麻八零三码事的器官。我把胃囊里的消化物翻开看了一下，发现了鱼的骨头，还有一些虾的残骸。虽然它的胃很脏，但是它的肉不脏。咱们清洗一下，原味蒸6分钟。我要亲自替你们尝一下大王虫的鲜度如何。开始试吃了啊！其实这有啥呀？这不就是个大虾爬子吗？
虾爬子敢吃，这你就不敢吃了。有位哲人曾经讲过，敢于挑战自己的人才是最容易获得成功的人。你们不想做那个成功的人吗？大家不要被它的外形所吓倒，咱们吃的是肉啊，是肉。这里还有不少汤呢啊，别浪费了。倒来看看有多少。哎呦我去，满满一大杯呀！喝一口啊，尝一尝。来，粉丝先喝。是。哎，不错啊。哎，就跟那个螃蟹的那个汁儿一毛一样啊。咱们再看看这个肉的品质怎么样啊？来，粉丝再吃。我尝了啊。是。哎我去，味道怎么跟你形容啊？不是龙虾胜似龙虾，不是鲍鱼它胜似鲍鱼啊！这不比吃那个螃蟹得劲儿啊！你吃螃蟹你还给嗑壳，这一勺一碗一大块肉多好！好啊，咱来尝尝这个黄，先来一点啊，体验一下。这就是吃了一个大飞蟹啊！我跟你们讲，没事皮儿，再来个夹的，跟螃蟹腿一样啊，鲜溜溜的，还不硬啊，老好了啊！行了，我现在也算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了啊！做总结啊，总体来说呢，味道非常不错啊，也算是一个海鲜的一个上品。建议大家勇敢的尝试一下啊，克服一下自个儿的恐惧啊，丰富一下自个儿的人生。好了，这期啊咱就到这里啊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给没给老郭点赞呢？好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来，注意看这个长得非常卡哇伊的神秘生物，就是来自海洋深处的道士水狮，每个人都爱吃。那么这些深海大师都有哪些神秘之处？怎么处理？怎么吃？本期视频一探究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本期视频硬核了啊！我费了好大的劲整了这些小宝贝儿，道士深水狮都是活体的啊！这玩意儿不便宜啊，这一只100块钱。我曾经解剖过一个大王巨足虫，这个壳我还留着呢啊！看看它俩的差距差多少。水狮与大王虫有着相当近的亲缘关系，都是浪漂水狮科的，不是兄弟胜似兄弟。很多人看到它们的时候都会感到很恐惧，其实你看久了就会爱上它，越看越可爱，越看越萌。大王虫我们吃过了，今天我要尝试一下小狮的味道。我突然间冒出个想法，想终极挑战一下生吃的感觉。但吃之前呢，咱先解个泡，了解一下。从外部特征上看，大狮与大王除了个体的差异外，尾部有明显的区别。仔细看，水狮的尾部具有明显的隆起，末端长有7个齿，而大王的隆起不明显，尾部的末端长有11个齿。水狮的尾部特征更像是虾爬子。我们重点看一下水狮。水狮被一个坚硬的脑瓜门子和12片坚韧的铠甲所保护，但肚皮非常的脆弱，它的壳没有虾青素，蒸熟后的颜色是白不呲啦的，身体能够自由的卷曲，形似大号的西瓜虫。它与西瓜虫也算是远亲关系吧。头部长有主副各一对触角，非常的悠远，一对非常酷的大眼珠子由数千只复眼构成，没有眼柄，就像戴了一副墨镜。它的嘴非常的锋利，但是你放心，用手抓它是不会咬到你的手。水狮属于等足目，腹部长有7对步足，大脚趾盖子都是带钩的，这样就会防滑，每个地方都能爬。
尾部长有5对会呼吸的双枝形痈足。注意看，痈足的根部长有絮状的东西，这个部位就相当于它的鳃，它在水中会不停地扇呼痈足来获取更多的氧气。这种痈足的结构和支口纲动物的束鳃功能是完全一样，这也说明水螅是非常原始的生物。扒开痈足，小屁屁就藏在里面，是一种扎实结构。重点来了，教你们如何区分公母。我跟你讲啊，卖水螅的都不一定会区分，都拿笔记好了，考试有可能会考啊。看2处特征能够区分出来：一看最后一排腹节腹部这块长有2个小点，如果小点上长有2个凸起，这就是公狮的加油腔；如果是平的没有凸起，那就是母狮。有加油腔的是公狮，没有的是母狮。2看它第2、3、4、5腹肢的嘎叽窝处长没长有一个小软片，这个小软片就是母狮育儿带的孵卵片，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发育成熟。当母狮要生小狮子的时候，孵卵片就会从第2、3、4、5腹肢的基部快速生长，能长出来8对，会交叉形成一个育儿带，受精卵就会在育儿带中孵化，在妈妈的保护下一点点的长大，最终变成小狮子离开妈妈的怀抱。所以嘎叽窝长东西的是母狮，光秃秃的是公狮，但有育儿带的母狮身体没啥肉，这儿都摔完了，都学会了吧？好了，我们再看一下水螅的内部结构，看看都哪里能吃哪里不能吃。我又研究了一个新的解剖方法，首先放个血，剪掉一个痈足，它的血液主要集中在痈足区域，血液中含有大量的血蓝蛋白，与空气接触后马上会凝固变成蓝色，你看看像果冻一样，大含之物不能吃。然后把腹肢和痈足剪掉，再沿着腹部的边缘剪开。像这种线丝千万不能从中间剪开，因为线丝的胃袋有压力顶着，像个气球一样很脆弱，从中间下刀会很容易将胃袋噗捅漏了。一定要如视频手法，一直剪到头部。打开肚囊，首先黄色像海胆黄一样的部位就是它的消化腺，也就是肝胰腺，味道贼香。这个黑色的部位就是它的胃袋，很薄很脆弱，但弹性可以。吃饱饭的时候，胃能够胀到整个腹腔。这个胃非常的神奇，不仅是它的消化器官，也是它的防身武器。胃容物里除了一些食物残骸外，主要物质是鱼类尸体中的高分子油脂。这些尸油在消化和发酵的作用下，形成了一种粉褐色的带有恶臭的液体，老臭了，堪比肚脐眼泥人的味道。当它感知有危险或受到惊吓时，这种液体就会从口中噗噗吐出来，将敌人熏走。摘除胃袋的时候，先将尾部的直肠挑断，夹住直肠拿掉就可以了。头部最好也去掉，因为食道在头部里非常的臭，容易串味儿。来，注意看，大米发现大米了，这个粒儿状淡黄色的部位就是母狮的卵巢，味道嘎嘎香，是可以吃的。这个卵个头不小呀，大王巨足虫的卵更大，是已知无脊椎动物中最大的。如果是公狮的话，在这个位置会有精巢，图会看得更清晰一些。T 就是 testis 的缩写，什么意思你们懂得。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心脏，在这儿呢，这个部位就是它的心脏，能看到动脉血管汇聚于此。作为深海食腐性的动物，它的心脏那必是大寒之物，不能吃。白色的部位是它的神经，腹部也有一条，剩下的就都是肉了，主要的肉都分布在两侧，吃的时候用水清洗一下。这盘吃参，这盘清蒸。来开灶，品尝美食的时刻，我们先来吃参啊。我这个已经用冰的柠檬水泡过了，应该是没有腥味儿，就是吃的时候有点费劲，肉呢给用刀提前剔一下。来，你们先来一口。吃这种深海大师啊，你首先要克服的是自己的心理恐惧，你必须攻克自己的心理防线，要不你没法吃。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大龙虾就敢吃了。我现在已经不恐惧了啊，因为我已经尝过大王巨足虫了，但这个它属的是生的呀，必须得吃啊，要不然让你们笑话。是，蘸着拉根儿。你们要不尝一口的话，肯定会感到遗憾。柚子 Q 弹爽口，但是甜度差一丢丢，就是虾蟹的味道啊，我觉得不错。咱再吃一口黄，回口很香，我觉得这个不错，你看，非常好吃。
它这个干邑馅里吧，这个脂肪含量是很高的，能吃出淡淡的奶油味儿。我觉得比蟹黄、什么海胆黄啊，或者是龙虾的黄要好吃100倍，真的，我一点不骗你们。相当哇塞了，来个熟的。做熟了以后，这个肉啊就跟下耙子肉差不多。是，哎呀，熟的又是一种味道啊，特别鲜。这个熟的要比这个生的要鲜甜多的去了。我再来一个啊，我觉得它那个膏啊要比这个肉好吃。哎呀，熟的香啊，熟的特别鲜，特别鲜，真的，你们必须尝试一下。肉啊特别的嫩，那不像虾肉啊，你吃起来柴嘛，一点都不柴，就是鲜香。大家可以像我这么处理，勇敢的尝试一下，真的非常的好吃啊！好了，完了，本期视频咱们就到这里啊，下期见，拜拜。